到底有多少人想养熊猫呀？这些黑白团子也太可爱了。看见奶妈抱着奶瓶进来，两只熊猫宝宝在门口想截胡，怎料晚了一步，但还是起身跑向奶妈，而另一只宝宝还卡在原地。都说早起的鸟有虫吃，早来的熊猫也有奶喝。奶妈抱着熊猫宝宝，打开奶瓶给喂到它嘴里。熊猫宝宝像个小孩子一样，还知道用手自己抱着奶瓶喝。躺下去那一刻，很多人发出疑惑：这样喝奶不会呛着吗？其实大可不必担心，饲养员可是专业培训过的。随后，奶妈又抱着另外一只宝宝喂奶，让熊猫宝宝自己抱住奶瓶。看见两只宝宝喝得正香，而转身发现另外一只宝宝还在睡梦中。奶妈打开奶瓶，上前抚摸睡觉的熊猫宝宝，看来他是睡得正香。于是奶妈把它翻身过来，强制开机了。本以为熊猫会有起床气，但当奶瓶塞进嘴里那一刻，相信再大的脾气也会憋回去。现在3只宝宝都有奶喝了，而第1只的宝宝喝得可真快，转眼间1瓶奶都马上喝完了。大家有认识这几只宝宝的吗？真的好喜欢它们呀！本以为第1只宝宝会先喝完，怎料还有1匹黑马超越神了。奶妈迅速给它擦嘴，而感觉它还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抱着抹布都开始好奇起来。这时第1只宝宝也喝完了，竟还主动跑过去让奶妈给擦嘴，可真是一只爱干净的宝宝呀！奶妈轻拍他们的背，防止被呛奶，细节处理得真到位，足以看得出奶妈很爱熊孩子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熊孩子肯定会健康的成长，也难怪2只熊孩子争风吃醋的往奶妈怀里钻。第3只宝宝也喝完了，奶妈在给它擦嘴的时候，另外2只宝宝跑过来抱住奶妈的腿，简直太可爱了。我说奶妈，你要是实在忙不过来，我可以无条件给你打下手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抱一抱这黑白团子就已足矣。你别笑！说一遍。哎，你现在不说了？啊？还有什么呀？啊？还有啊？虽然我们所谓泡面氛围映成音乐之花，每个人手都一份邮件，听得没压力猫也翻开剧本。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进面前的这张白纸。1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2位玩家是担当是伟大的职责是拥护。第3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待的不是月，而是和你的遇见。我期待烟花满天，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。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。号码变作未知的线，有人经过后注定失联。玻璃窗写着心愿，美梦挤满房间。哦，冬夜的雪吹来就消失不见。离别像天亮不知不觉，无言比谎话更像再见。一个人坠入冬天，不容易周旋，漫天的雪被期待可以一眼。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待的不是月，而是和你的遇见。我期待烟花满天，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。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。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待的不是风，而是归根的落叶。我期待人白了头，我和你相拥走很远很远，不顾一切的爱永不会变。这个叫什么？金色的老师呗。原来不止乐宝小时候打过黑工，金虎小时候也干过这事儿。网友发表评论：原来金虎打小就是话痨，眼前这只略显脏包的小熊便是金虎，周围都是游客，他却坐在中间干饭，可谓是一熊干饭，百人围观呀。
一个大叔戴好防护服和手套去摸金虎，哪个时候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，熊猫是允许近身接触的。看见金虎如此温顺，其他人也纷纷上前摸它。金虎拿着窝窝头坐起来啃，一位金发姨姨也被金虎吸粉。只要有吃的，金虎还给大叔握手。金虎扭头看着姨姨，扶着姨姨身上摆 pose， 这一操作惊讶到了金发姨姨。随后，一位女士在旁边问这只小熊叫什么名字，工作人员回答到金虎，而金虎一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，便嘤嘤叫的开始回应，姨姨叫一声，他就回应一声。大家都非常喜欢金虎，又给他胡萝卜吃，金虎开心地接过来，还站起来和姨拍照，看在姨姨的怀里撒娇。游客们走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给他打招呼。明天弄死你，金虎啊！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使得奶妈说飞云要弄死金虎呢？这天飞云外出却忘记关门了，金虎则鬼鬼祟祟地摸了进去。第一次进飞云圈舍，金虎充满好奇，内心无比激动，抱着飞云家小树一顿狂闻，随后愣在原地不动。原来是金虎搁人家场地里撒尿。瞧瞧金虎这干的都是些什么事儿，胆子也越来越大了。完事后还不慌不忙地跑去玩人家玩具，被奶妈吓唬一顿后，又惦记上飞云的竹筒了。真不怕飞云突然从后面扑上来，给你金虎一顿胖揍吗？若然是好奇心战胜了恐惧，使得金虎愈发放肆，还直接在飞云家里标记了起来。这是在宣示领地主权吗？要是飞云知道，非得让你掉3层皮不可。眼看飞云要回来了，奶妈赶紧催促金虎离开。飞云回家后气鼓鼓地坐在地上，是哪个被石砍脑壳的，竟然擅闯本小姐的圈舍，还搞得到处都是尿骚味。飞云捏紧拳头，都能感觉到头上冒火了。上次为了阻止飞云出去，所以上了6把锁，但这次一定要胖揍金虎，天皇老子来了都不管用。飞云说的。结果就看见金虎灰头土脸的找奶妈告状，委屈的表情求奶妈安慰，给自己出气。但这是金虎你自己造的孽，天塌下来也要扛着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使得爱宝叼着辉宝要退货给江爷爷呢？刚开始瑞宝和辉宝都趴在妈妈怀里喝奶，辉宝却伸出手不让瑞宝喝，还把瑞宝给吓得翻身倒地，之后还把瑞宝堵在角落。瑞宝这可怜巴巴的眼神，辉宝欺负姐姐就算了，又来折腾妈妈。爱宝带2个娃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，辉宝却打了鸡血，又是戳妈妈鼻子，又是撞妈妈脸上，还差点一屁股坐在妈妈头上。想当初福宝用屁股在爱宝头上蹭，气得爱宝对着福宝呼大比兜，最后爱宝也是忍无可忍，一把就给辉宝推了出去。哪知辉宝又去水盆里洗澡，这本是喝的水，却被辉宝弄成了洗澡水。爱宝在教育辉宝的时候，辉宝不仅没有听进去，反而挣脱束缚，又去揍姐姐瑞宝了。爱宝最终也是一气之下，直接叼着辉宝去找爷爷退货。当初说好我负责生，你们负责带的呢，如今却想反悔吗？结果成功把2个娃交到了江爷爷手里，让江爷爷尝尝带2娃的滋味。江爷爷这会儿在给瑞宝喂奶，结果辉宝吃醋了，凭什么先给他喂？我也想要喝。江爷爷表示喂完他就给你喂，但辉宝已经生气了，为什么不先喂自己？随后就开始折腾，甚至还当着爷爷的面大打出手。结果不用想，又是辉宝把瑞宝压在身下。尽管瑞宝是姐姐，但也斗不过妹妹。江爷爷最终也看不下去了，一把就给辉宝提走了。